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欢。今天咱们介绍一部西班牙的恐怖片《鬼童院》。故事开始，桑迪因头部受伤倒在了血泊中，无法动弹。男孩看着奄奄一息的好友桑迪，然后用沾满鲜血的手捂住嘴，失声痛哭起来。自己亲眼目睹好友身受重伤，手脚被人捆绑，沉入水底，却无能为力，些许无奈和愧疚油然而生。画面一转，男主卡洛斯被2个壮汉送到了一所孤儿院。刚进大院，卡洛斯就被深埋在院内的巨型导弹所吸引。虽然已是锈迹斑斑，但3人却是兴致勃勃。胖婶表示，这枚炸弹掉到这已有年头，当时并没有爆炸。炸弹解除后呢，也就一直矗立在这。随后2个壮汉和胖婶便去了院长室。突然，卡洛斯对地上的虫子好奇起来，拿起来细细端详，然后怀着满满的成就感把虫子塞进了盒子里。就在起身抬头的瞬间，却发现正对面站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诡异男孩。本想仔细查看，却被一声鸡叫转移了注意力，才回头看去，男孩又没了人影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卡洛斯轻手轻脚地走进餐厅，却空无一人。就在他四处张望查看时，一个震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只见2个男孩站在门口，2人是孤儿院的孩子，本想和卡洛斯讨些吃的，没想到他也是饥肠辘辘，身无分文，也仅有几张不值钱的画报而已。随后3人便聊着天离开了。此时那张惨白的瘆人鬼脸再次出现。另一边，女院长和白胡子医生正和2壮汉进行着口舌激战。由于物资紧缺，女院长并不愿收留卡洛斯这个孤儿。其中一个壮汉试图用女院长的烈士丈夫说服院长收留卡洛斯，没想到女院长竟对丈夫嗤之以鼻，怒视丈夫只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。说着便把丈夫同伙藏在这里的2块金条扔给了2壮汉，并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带走剩下的金条，不然留在这就是要命的玩意。此时2个男孩正认真地欣赏着卡洛斯的画报。正当他们进行等价交换时，海梅一把夺过卡洛斯手里的画报，放肆地挑衅卡洛斯。2男孩就此推搡起来。这时2壮汉出来与卡洛斯告别，放下他的行李箱离开了，自己就这样被遗弃在陌生的孤儿院。好在胡子医生那和蔼可亲的态度，让卡洛斯瞬间感觉好了很多。随后院长便给卡洛斯安排了床位，并给了他一把衣柜钥匙。院长看着越来越少的钥匙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原来是孤儿院里长大的哈辛托，早就对院长身边的金条虎视眈眈，一心想据为己有，便偷来钥匙，想再次尝试盗取金条。殊不知他的小聪明早就被院长发觉。初来乍到的卡洛斯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不经意间发现身旁的木板上刻着桑迪这个名字，突然一股寒气袭来，卡洛斯感觉好像有东西在身边，颤颤巍巍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此刻一个手影正好落在窗帘上，卡洛斯猛地掀开帘子，又什么都没发现。他立刻低头向床下看去，却听到水壶掉地的声音。循着声音望去，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。此时被吵醒的舍友们也纷纷围了过来。卡洛斯并不招海梅的待见，于是欺负卡洛斯出去打水。在孤儿院，深夜外出是明门禁止的，但聪明的卡洛斯3言2语就让这个孩子头海梅自愿和自己去打水。海梅打好水便快速地离开了。就在卡洛斯打水时，一把剪刀突然掉下来，响亮的声音惊动了隔壁的哈辛托，赶紧过来查看。此时想要离开的卡洛斯只好先躲起来。哈辛托见四下无人，便想尝试打开瓷砖下面存放金条的保险柜，可是插入偷来的钥匙后却无济于事。愤怒的哈辛托用拳头发泄着心中的怒气，突然灯灭了。做了亏心事的哈辛托赶紧锁门走人。听到哈辛托一走远，卡洛斯这才小心翼翼地爬出来，此时却听到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呼喊他的名字。循着身影，卡洛斯来到了厨房的地下室。突然一个惨白的恐怖鬼脸从眼前闪过，随即又从身后拍了拍卡洛斯，发出一声尖叫后消失了。卡洛斯好奇地触摸着空气，却莫名地发现些许鲜血，吓得他直奔厨房门口。没想到卡洛斯刚出来就被抢先回来的海梅暗算，用弹弓击碎了他手里的水壶。哈辛托又闻声而来，发现了深夜打水的卡洛斯。得知此事的医生并没有惩罚卡洛斯，因为医生知道昨晚并非他一人，肯定有同伙。可硬气的卡洛斯并没有供出海梅等人。然而聪明的医生略施小计，就让他的同伙现出了原形。而后卡洛斯又独自来到厨房地下室，寻找昨天的恐怖鬼脸。没想到海梅和小助手们也尾随到这里。小助手紧紧抱住卡洛斯，海梅则掏出一把折叠刀，本想给卡洛斯的颜色看看，反被他扔过来的石头击中落水。生死关头，卡洛斯奋不顾身地跳下水救了海梅一命。此时哈辛托又赶到这里，面目狰狞地质问这是谁的折叠刀。善良的卡洛斯主动承担了这一切，
可人面兽心的哈辛托竟拿着小刀向卡洛斯的脸上划去。医生心疼地为卡洛斯处理了脸上的伤口。卡洛斯这好奇地询问医生对鬼的看法。医生表示鬼是不存在的，要崇尚科学。深夜熟睡的卡洛斯突然被几只手捂住了嘴，原来是海梅等人想要看他的画布。卡洛斯用自己的善举感化了这群以海梅为首的孤儿们。这次没人欺负卡洛斯，而是在走廊欣赏着他的画布。海梅也拿出了自己的画布，并表示自己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。忽然一个怨气满满的叹息声从走廊传来，让大家脊背发凉，瞬间一激灵。只有海梅淡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听到。孩子们坐在一起畅聊着，但卡洛斯却又提起了刚才的叹息声，这让海梅很是气愤，转身离开了。随后卡洛斯了解到炸弹掉下来那天，桑迪便莫名失踪。从那以后，海梅就变得暴躁不堪，谁也不敢惹。而失踪的桑迪曾经的床位正是现在卡洛斯的床位。此时海梅正躲在角落偷听这孩子们关于桑迪的各种猜想。次日在教室，善良的卡洛斯本想为海梅画布里的故事出谋划策，却遭到了海梅的强烈反对，并表示我的故事和画都是属于我自己的。这天晚上，卡洛斯趁着夜深人静，猫手猫脚地取出海梅的绘画本，仔细查看起来。前面的画普普通通，而最后一页却很血腥。这个头部受伤的孩子是谁呢？就在卡洛斯疑惑之时，突然听到熟睡的海梅喊桑迪。而后卡洛斯独自来到院子，对着深埋多年的导弹问道：你能告诉我桑迪究竟去哪了吗？此时桑迪的鬼魂却带来了一个噩耗，表示孤儿院里的许多人都会死去，吓得卡洛斯拔腿朝宿舍跑去。没想到又在走廊碰到了桑迪的鬼魂，只见他拖着残破的身体向卡洛斯缓缓走来。惊慌失措的卡洛斯只好躲进隔壁的房间，牢牢抓住门把手，不让桑迪进来。就在卡洛斯心惊胆战地透过门孔观察情况时，突然桑迪那深邃又诡异的眼神出现在眼前，卡洛斯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晕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卡洛斯被开门声惊醒，大叫着离开了这里。另一边，从集市回来的白胡子医生则找到院长，表示现在孤儿院不安全了，要带着院长离开这里。院长不忍心丢下这些孤儿，便提出带着这些孩子一起离开。随后院长来到厨房，准备带走保险箱里的东西，但心怀不轨的哈辛托早已按耐不住，撕破脸逼院长交出金条才能走人。见过世面的院长面不改色地说道：哈辛托是孤儿院里最可悲无耻的躯壳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医生拿着猎枪赶来，哈辛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他和院长的苟且之事。气头上的院长直接抡起拐杖把哈辛托赶出了孤儿院。紧接着大家在医生的指挥下开始撤离。就在阿美去储物间拿汽油时，却发现有人从外面溜进了孤儿院。只见从厨房到车底那显眼的汽油痕迹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驱使阿美拿走了医生的猎枪，然后顺着汽油痕迹看到了又返回来的哈辛托。他正在肆意地倒着汽油，想要烧毁这里。当哈辛托看到拿着猎枪的未婚妻阿美时，反而丧心病狂地拨动枪口，挑战阿美的底线。随着一声枪响，哈辛托的肩膀受伤，而后被恶魔附身的哈辛托直接捡起烟头扔向汽油逃跑了。瞬间熊熊大火扑面而来。此时院长正拉着胖婶离开，没想到厨房里的煤气罐发生爆炸，赶去营救院长的医生不幸地被炸了出来。此时汽车也发出巨大的爆炸声。当皮肤烧伤严重的医生从昏迷中醒来后，发现地上到处是受伤的孩子，孤儿院也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医生再次来到厨房寻找院长，最终奄奄一息的院长在听完医生念的情诗后闭上了双眼。浑身是伤的医生再次拿起了猎枪，他知道鬼迷心窍的哈辛托肯定不会放弃那批金条，于是决定在这等着他自投罗网。晚上海梅告诉卡洛斯，那天自己和桑迪去厨房地下室的水池捉虫子，没想到桑迪却发现了正在尝试打开保险柜的哈辛托，然后就去通知海梅逃跑。没想到桑迪却被哈辛托逮个正着，秘密被发现的哈辛托失手撞死了桑迪，然后在桑迪的尸体上绑上重物沉入了水底。等哈辛托走后，海梅再次来到水边，看着水面上飘着的鲜血，内心无比难受。伤心的海梅从地下室跑到院子里，突然一枚炸弹横空出世，落在了海梅面前，却意外的没有爆炸。海梅表示自己是一个懦夫，但现在经历了这么多，她再也不会害怕哈辛托了，并发誓下次见到哈辛托一定要杀了他，为桑迪报仇。而前去寻找救援的阿美则在半路遇到了哈辛托，他正带着几个同伙准备向孤儿院扫荡。此时的他也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禽兽，上去就是一刀杀死了曾经的爱人阿美。来到孤儿院的哈辛托等人看到坚守孤儿院的医生，决定先撤退再做打算。
海梅本想告诉医生哈辛托等人已离开，却发现医生早已两眼无光。此时桑迪的鬼魂告诉卡洛斯把哈辛托带到他面前。等卡洛斯找到海梅时，发现他也被哈辛托俘虏。而后哈辛托等人逼着这些孩子挖保险箱，看着被挖出来的保险箱，哈辛托等人欣喜若狂。但是打开保险箱后，却并没有见到贵重的金条，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照片。同伙也是心灰意冷，感觉被哈辛托给耍了。第二天便开车离开了。哈辛托则继续在废墟中寻找金条，不经意间竟从院长的假肢中瞥到了金条的余光。他满眼放光，贪婪地端详着金条。就在哈辛托把金条放好准备离开时，海梅和卡洛斯却来挑衅，然后追着二人来到了地下室。看着眼前的娃娃，他更加得意忘形。就在哈辛托猖狂地准备开枪时，一根竹竿瞬间插入了他的腋下，发出阵阵惨叫。此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哈辛托被孩子们逼下了水，昂贵的金条此时竟成了他想要摆脱的束缚。不知何时，桑迪的鬼魂飘了过来，搂入心狠手辣的哈辛托，让他和心爱的金条永远长眠水底。在桑迪的帮助下，大家灭了这个魔鬼哈辛托。和医生的遗体告别后，几个孩子开始了新的旅程。此时，一个拿着枪的黑影目送着孩子消失在远方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